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颗蝴蝶兰的一个开花的状况，以及我对它的一个养护操作的方式。这颗蝴蝶兰呢，它很香，它有露德一个原生种露德这个蝴蝶兰作为一个亲本。那它的名字呢，跟它的这个亲本的资讯，我将会放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给你们方便参考。虽然说这个影片算是一个兰花开花的欣赏影片，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颗兰花它的一个根系状况。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兰花目前呢是种在有介质的半水根这样的一个种植方式。那对这个种植方式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搜寻相关的资讯。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根其实长得很健康，都已经长到蓄水池的部分。那这些比较颜色淡的根呢，白色的根就是因为我有用外杯，所以它们没有接触到阳光的情况之下呢，它们长出来的根系就会颜色比较淡一些。这种介质半水根的种植方式呢，其实我喜欢用透明的杯子那其实你用其他种植方式呢，用透明的杯子好处其实就是你能够很容易的观察到根系的生长状况。那再来呢，介质半水根它那两个排水孔以下的部分是小蓄水池，当兰花它适应良好的情况之下，根系长到那个蓄水池里面的时候呢，它也不容易烂根了，因为它自己长进去，它是很适合那样高水分高湿度的情况所以呢，当那种情况发生，像这颗兰花对我来说呢，就算是自动导航，也就是等到它杯子里面完全都没有水分，也没有凝结的部分在杯内的内缘的时候，我才浇水。那在我的环境里面呢，那样的一个循环，在夏天大概就是7到10天，冬天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到14天左右，2个星期左右的一个循环，就会有这样干湿分明的阶段。那这个兰花我另外有用蓝色的外杯把它罩住的原因，是因为呢，这样子阻隔阳光，这样青苔就比较不容易产生。当然我在很多影片也都说过，如果青苔对你来说不是一个美观上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不需要用到外杯但是呢，能够去除掉青苔这样的一个产生的问题，其实在观察根系上面来说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再来呢，它的介质是一个无机的介质所以它用的是陶粒，用的是发泡炼石类的这一种产品。在美国我用的是叫做 hydrocorn， 那我有就是混合另外一种比较小粒的叫做 mantle clay， 这样的产品呢，我在其他的影片也介绍过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的频道里面搜寻一下。那这种无机介质的好处就是，你看它兰花根系已经长到底部，又已经在自动导航的情况之下呢，因为无机介质不会因为用了很久之后，它就会因为年代久远而败坏比如说有机介质像树皮水草这些，你定期是需要去更换，可能1-2年2到3年你就要换。那这种无机介质它因为不会腐败，不会就是老化，所以除非这颗兰花真的长得太大，或是它根系真的爆盆了，我都不需要去担心换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换盆呢，你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会就是伤害到根系。那一旦伤害到根系，兰花就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它之前健康的状况的时候呢，在这过程中恢复的过程中，就比较不容易能够开花，或是它开花就是比较长得没有那么好，或是花束比较少等等所以我这个操作方式对它来说，这样的养殖方式呢，再加上外杯，然后无机介质，然后还有这个有蓄水池的这种介质半水根呢，其实对我来说，对这颗兰花来讲，它适应的相当良好的情况之下，这颗兰花的这个养护对我来说是相当方便跟简易的。这颗兰花在施肥上面呢，我一贯大概就是都用1/4的浓度肥料。那
我大概就是会按照我一般施肥的频率，也就是每隔周施肥一次，应该说每隔次给水的时候一起施肥所以它可能1个月大概就会1次到2次。那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斟酌，可能每1周我都会多少给一些肥料，但是呢，当它下一次或是在要给水之前呢，我可能就还是会用清水稍微再泡一下然后就是1个月内啦，最好一定要有1次能够只用清水，因为这样子可以稍微清洗一下内部，溶解一些多余这些肥料没有被分解或是吸收掉残留下来的盐分这样子对这根系呢，它的生长也会比较有帮助。这颗兰花在我的养护之下其实是第3次来花，它呢刚刚你有看到，它其实这一次来了5朵花其实是在3个不同的花梗上面。第一个本来原先的主花梗只有1朵花那在那主花梗之前也开过2次花，也都是只有1朵。那今年是又长出了2个新的花梗，那这2个新的花梗呢，都分别一次是来2朵花，所以这一次第3次的来花是一次5朵花，是目前这颗兰花最高的一个开花记录。当然我在买到这颗兰花的时候呢，它那个时候的第一个花梗就是只来1朵花那个花梗它当时还算是小苗，所以呢它的开花数不多，这也是可以理解。兰花这个东西它随着年纪越增长，它越茁壮它的开花状况在养护情况适当的理想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开花数量基本上应该是会逐年增加的这颗兰花我其实有换过1次盆，之前它是种在一个更小的杯子里面，而且那个时候呢，它的介质就是我当时所剩下来的一些小碎石、树皮、水草、小石头，我就混在一起那当时它那个时候的根系不是很好，后来被我换到那个小杯子，然后混合介质，它根系开始渐渐有起色。去年的开花影片应该那个时候我记得它就是种在那个小杯子里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我频道里面找找看。那后来呢，是经过一位网友的建议，一位兰友，他说你为什么不换盆呢？这颗兰花看起来挺健康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有点担心，有点犹豫不想换盆，因为它其实根系长得蛮好的，我不是很想要换盆，因为我不想要好不容易它又才回到健康的状态，那万一我如果操作不当的话，这颗兰花也许就会健康又被影响，又走下坡。但是呢，我后来想一想，决定了试试看介质拌水耕，所以呢，我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没想到它的根系长得比以前更好，而且甚至就直直往下长，长到这个杯底了。所以这颗兰花今年它的健康状况相当的好的情况之下呢，就冒了2个新的花梗，然后每2个花梗都来了2朵花，所以一共加起来是5朵花。非常的香，香味呢在早上特别的浓郁，特别是我如果稍微把窗户打开一点它有空气上的对流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香味其实我就是不一定要在旁边我其实在我的这个兰花架子的周围，我就能够闻到它的香气，非常非常的甜美。那另外一个就是观察兰花它是不是健康的一个方法呢，除了看根系之外就是看它的叶子如果它的叶子呢是越来越大片的情况之下呢那它就是比较处于健康开心的一个状态。如果它越长越小片或是越长越细那个跟它之前长的叶子的尺寸不管是宽度还是长度都偏小的话，那表示这颗兰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一些它不开心的地方，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找一下原因，然后做调整。我还有另外一颗兰花呢，在近期也会找时间再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颗兰花呢，也是路德就是有路德作为亲本的一个兰花的交配种它那颗兰花是路德跟另外一颗原生种兰花的一个子代。那到时候呢，我找时间做好影片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一颗呢，它是路德跟雅风 Nice Girl 的这个交配种，因为都有路德的亲本，所以他们的条纹、他们的这个
花朵上面的这个纹路的分布啊类似，但是呢不是100%一样，而且呢它们的颜色也有一些不同，所以呢到时候再找时间找机会跟大家分享那一颗兰花的一个兰花欣赏影片。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